刚才那人影好像就是在这里消失的。哟，意外收获呀！人家是狗急跳墙，公子这是……美人，一夜春宵寂寞冷，可否让在下同你共泡汤池，暖暖身啊？公子，且不说你刚才的行为多么失礼，现在释放心宿又是何意？在下是天谴，你若实在饥不择食，无处发情，也至少该挑挑对象吧。那真是不巧了，在下乃是粗鄙之人，不曾读过什么书，自想放浪形骸。美人出意图实在好看，于是贪看，刚巧就想在这里发情。好香的罂粟味儿啊！有病就去治。不对，他为何毫发无伤呢？美人这般是心口不一，还是欲擒故纵啊？送你妈！小嘴催了毒的美人，有意思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回春房，杜若。当真妙手回春，仅一面之缘，便治好了我多年不曾为人情动的病症。不止情动，实为红鸾心动。哪儿是多年不曾情动啊，是你缠人身子，贼心妄动。这桃花运嘛，于普通人而言是红鸾星运，于你或是致命情劫。猫若安逸太久，日后怕是要永远失去捕鼠的本领。结束不结束的我不在意，日子不就是这样才有意思吗？皇兄，且看着吧。呸！妈的，这皇宫里出来的除了这还有正常人吗？你以为你就很正常吗？小皇叔你怎么这样啊？他们发癫与我何干？按照我的药方，服用1月便可。下一位。悠扬闻杜若，仿佛邀蛾眉。城内有言，这回春坊有一妙手神医，面若洛神。今日一见，诚不欺我。在下一介市井小人，岂敢与神明并称？况且洛神是女子，公子这诗引用的偏颇了，是诚心想羞辱在下不成？神医莫急啊，还未曾替我诊脉呢。不知你这里多少钱面诊一次？这是在下全部身家，你看看可以诊几次啊？我这里不治脑子有病的。医馆打烊了，你还准备处在这里多久？还有，你已经盯着我傻笑1个时辰了，刚刚是没听清吗？我这里治不了脑疾。我的所有积蓄都交给你了，
整一次都不情不愿啊！四下无人，小神医，真的不能替我开个先例呀？啊？竟敢拿杏素压我！好啊，把手伸出来。美人此举真是伤透我心，不过一夜露水情缘，至于对在下抱有这般敌意吗？这么喜欢我这医馆，那便在此多待一阵吧。杜若，你这手飞针不像是医者拿来救人的，倒像是要杀人。小神医，常杀人吧？你这刀啊，防谁呢？防色鬼。真够荒唐的。哎，杜大夫，见鬼了！明明每日这个时辰都要我来送药的呀，怎么就这么跑了呀？什么药？哎，算了，杜大夫吩咐过，我不能和任何人透露他的秘密。什么药啊？赤生葵不含糖，那给你喝吧。靠！叶萧大人，任务已下达，这是你这次的抹杀目标。三王爷复彻，哼，那位的胃口越发大了，连宫里人的心头血都敢要。大人照做便可。这次的赏金高到，足以让您金盆洗手。您这话倒是颇为有趣，从始至终，我有的选吗？三王爷复彻，剑眉星目，但身患顽疾多年，如今缠绵病榻，虚弱不堪。今夜这安神香，好闻的不似寻常，倒像是混入了一丝更令人着迷的气味呢。酣神助眠，今夜便让你长眠。这香气有异，无声为信，银针为刃。叶萧大人，鄙人在此恭候多时了。谁？是你？竟然是这个疯子！莫非情报网出错？此人哪里病弱？不好，这安神香有问题。这安神香并非助眠香，倒像是助兴之物。你下什么东西了？自然是好东西。倒是小神医你，那日写给我的药方里少了一味臣服。无耻！高阶天谴果然不同凡响。杀手先生，你的信息素很美味。明明同是天谴，我为何会被他压制？他竟
激发出了我的易感期。不过是皇室养的一条恶犬而已。传闻不是说你苟延残喘，快死了吗？那些佣人都是这么认为的，可惜啊，别人祸害1000年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感觉到变化了吗？我的信息素正在改写你的身体。你狂妄的高阶天谴嘛，你且放心，不出1刻钟，你便会化作地鲲，温柔似一池春水，然后彻底臣服于我。夜宵大人滋味卓绝，就是这性子确实烈了点儿。无妨，在下有的是耐心，教会你臣服2字如何写。解药，不然我砍断你的脖子！上好的解药就摆在你眼前，做本王的帝鲲，便这么难为你吗？我宁愿死，也不做帝鲲。有本事杀了我！当真攻守之事一眼，你若先死了，我精心准备的猫鼠游戏都玩不下去，好生无趣。傅哲，你算计我到底有何目的？赶紧从我身上起来！我大费周章引你前来，如何能是算计？毕竟只有你能帮我。神医杜若，一手银针，其死人而肉百口，在下可有言错？我需要你替我解毒。要我如何替你解毒？这毒抑制我的能力，每月发作1次，实为残忍。太医院一帮庸医束手无策，宫里又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，唯有你能帮我。帮你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说。停止转化我。成交。不过我总得掏点利息不是？3日后午时，醉仙楼天子一鹤房，带好解药，否则转化继续。傅哲，小人又何故急着走啊？现下难道还有比完成你我约定更要紧的事？现在的要紧事就是把你的嘴缝上。若棋局太过精妙，先装死才能活得久，不是吗？可我若选择不入局，你又当如何？便如同你带来的这所谓解药一般，我丝毫不在意这副药喝下去会如何。只要是你喂的，砒霜我也照喝。放心喝吧，不出1月，
药到命除。杜若，你舍不得，不想继续被转化，便好好听我的。我刚好缺个替我调理身体的随行医师，择日进宫，随时恭候。好啊，辐射，这可是你自己引狼入室的。真敢进宫，我竟低估你了。听闻阁下百毒不侵，可医百病，不知传闻是否当真？这是副车带回来的人，你可别玩脱了。这人身份有异，带我试试。自是不敢欺瞒廷尉大人，您手里的这不是普通的毒药吧？若真的信不过我，在下可当场服下，替您验证猜测。这样啊，此为剧毒鹤顶红，你真要？这样，石大人的疑心尽可消了吧？那就有劳杜大夫，日后好生照料朕的皇帝了。你干什么？递个药瓶而已，为何有意同他握手？赤训处，你他妈怎么就改不掉到处拈花惹草的毛病，日日勾搭别的男人？你发什么神经啊？我同他握手只是试探，他明显是习武之人，入宫还不知有什么目的。你那狗眼睛不能要就别要了，还能指望你干什么啊？喂，你先松开我！哼，我就知道。你一天天的光会知道你妹啊！殿下深夜尾随我至此，怎么？莫非兽性难挨，想被我标记吗？你说什么？谁标记谁？你不是天谴，怪不得他的心锁可以压制我，怪不得他可以强行使我转化。你是迷？这么怕我，其实真不是在下有意隐瞒身份。在下遇到合意的猎物，必会等到有了10成把握再做打算。毕竟夜宵大人不容小觑，也向我隐瞒了不少事情吧。比如你根本就不叫杜若，你叫杜九昭。又比如城内医馆只是个幌子，你来自五毒门。殿下在说什么？杜若没听明白。我只是一个小小医师，机缘巧合下习得些三脚猫功夫，仅此而已。您说的什么夜宵还是五毒门，属实未曾听闻。进了宫倒是同我开始装傻。杀手先生，不必装了，你的信息素很好闻，于我而言就像是烈性春药一般。是迷人又危险的罂粟香，稍有不慎便令人沉溺其中。殿下，再如此无礼，这簪子就该换个地方插了。享用罂粟，犹如刀尖舔血。可是，在下生平最喜美人带血，更喜欢看你明明已经无力抵抗，偏还要拼死挣扎的样子。这么点，那我先让你带血。何人在此？真是没空欣赏你这弱智的把戏啊！三王爷，如今这酷暑难耐的，您为何一人在此处躺着呀？暑热难耐嘛，
我刚刚明明是被这蛇蝎美人的一桶冰水从头浇到脚啊！哼，勾起了我的心神，我岂能轻易放过他？无妨，刚刚经过，被一只性子激烈的小野猫扑倒了而已。我在这守了7、8年了，哪里有野猫啊？我竟不知道。